大家好，我是邱炳，我还在山西。之前我们在陕西关中那边看唐朝帝王陵的时候，可以看到地表上面保留下来了很多唐代的石刻建筑，比方说石马、石人、石鸟等等，那些雕刻的都是非常精美，规模巨大。那么大家会好奇，既然有石刻建筑，有没有唐代保留下来的木构建筑呢？还真的有，只不过不是在陕西，而是在山西。按照考证，现在全国范围内保存的唐代木构建筑完整的是有3座，都是在山西。大家看过或者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梁思成先生发现的佛光寺，那个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国宝。那么我们现在在山西，就来把这3座唐代的木构建筑都看一下。留下来的3座唐代木构建筑分别是佛光寺、南禅寺，还有广仁王庙。先来佛光寺看一看，这一座寺庙它是有着特殊的意义，打破了一些记录。这里的门票是40块钱，也算是比较偏僻，它离五台山比较近。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佛光寺，站在这里，大家是不是感觉这边挺安静的？由于这个地方算是有点偏僻，来的人不是太多，基本上是对古建感兴趣的人会来这里看看。里面的建筑呢，有唐代的，有宋代的，那起码是1000年以上了。在这座寺庙里面，最重要的、最有看点的，就是唐代遗留下来的木构建筑，保存的非常完整，到现在差不多1200多年，是上个世纪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妻子林徽因先生一起发现的。在他们发现这一座唐代木构建筑之前，我们国家被日本人说成没有唐代保留下来的木构建筑。当时很多学者，其中呢也包括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不信这个邪，因为中国地大物博，肯定会有唐代的木构建筑遗留下来的。于是呢，他们就多年寻找，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呢发现在山西五台山这里有一座唐代保留下来的木构建筑，打破了日本人的那一个说法。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在这座寺庙里面不光有唐代的建筑，还有其他年代的，等一下我们都能看到。在山西这片土地上面的古建太多了，我们经常说逢村就能够看到庙，而且呢都是几百年的历史。在山西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明清的已经不稀奇了，你走到哪里都有。我们在一些村落看到一些废弃的建筑，很有可能都是明清时期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古建筑在山西的一组数据。由于石刻建筑比较容易保存，我们就不说了，主要来说一下木构建筑。现在全国唐代的是3座，全部是在山西。5代十国的全国共有5座，4座是在山西。宋代的全国是47座，山西34座，算起来是占了 72.34%。辽代的建筑全国8座，山西占了5座。金代的全国是138座，山西占了120座，达到了 86.95%。元代的建筑全国427座，山西占了354座。从唐代到元代，总共这些遗留下来的木构建筑，全国呢是628，山西占了518，比数是 82.48%。当然这个数据是之前的，它实时会更新，有错误的话大家可以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会说，那个唐代的木构建筑不是4座吗？那其中有1座呢是山西的天台庵，现在经过考证呢是5代的。那么完整的3座唐代木构建筑就是在山西。当然河北正定有一个半座，我们就不算在内了。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得出来，山西的文物太多了。已经来到里面，我刚才在这里转了一下，发现整体面积不是太大，主要是由于现在这些建筑是以前保留下来的，在当时肯定规模比较大，可能还有很多僧人。现在呢可能算是一个景区吧，没有僧人在这里，也就是说是没有人上香的。
大家来这里参观的主要都是喜欢古建筑来看这个佛光大殿的。大家如果喜欢上香这一些，可能都会去五台山景区。刚走进来里面呢，发现这一块是有很多大树的，基本上把这个庙宇里面的房屋都挡住了。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树木啊，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座佛光寺历史非常悠久，始建于北魏时期，到现在差不多1400来年的历史。其实不光这座寺庙，在全国很多知名的寺庙以及一些石窟，基本上都是始建于北魏时期。你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是建于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啊，佛教比较兴盛，上面皇帝、王公大臣比较信奉，那下面的老百姓啊也比较信奉。在那个时候，佛教非常兴盛，从而呢就导致全国很多地方会建有寺庙。你像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写的"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在那个时候影响力非常巨大，在那个时候应该说是达到了鼎盛。不过呢，后面北周时期出现了一个皇帝，他灭佛，这样的话就导致佛教有一段时间衰落了。后面隋朝以及唐朝，佛教又开始兴盛。这主要也跟一些皇帝有关。你像唐朝初年，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都比较信奉佛教，那自然而然佛教就慢慢的又开始兴盛了。只要上面皇帝、王公大臣信奉佛教，那下面的也开始信奉。特别是武则天，她把自己比作是弥勒佛的转世化身。当然了，这是为了稳固她的统治需要，但是确确实实她也是比较信奉佛教。我们说这个佛光寺，其实有一个地方呢，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陕西的法门寺。那里呢有一个地宫，出土了很多佛教圣物。你像武则天穿过的裙子也在里面，还有一些佛祖舍利，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佛光寺就应运而生。在那个时候，它已经成为五台山的著名寺庙。主要是根据敦煌莫高窟第61窟里面有五代时期绘制的五台山壁画当中，就已经有存在了佛光寺。当时里面还有一座庞大的殿宇，是3层9间，高9尺5丈，就证明啊，佛光寺那个时候非常兴盛，一度呢盛极五台。鼎盛时期应该是唐朝中后期。为什么会说这个节点呢？因为在唐朝中后期出现了北周时期同样一个皇帝，他觉得佛教太兴盛，于是呢他就灭佛。可能当时主要是这个皇帝觉得佛教的发展影响到他的统治，于是呢在全国大面积的灭佛，导致很多寺庙被破坏。同样的，这个佛光寺也不例外。那么灭佛的皇帝呢，是叫做唐武宗李炎，也算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灭佛没多久之后，这个皇帝去世了，他的后继者是唐玄宗，他就把灭佛政策取消了，那佛教就重新发展。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佛光寺又重新开始修建了。那么我们等一下看的唐代木构建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修建的。时间大概是公元800多年。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唐代木构建筑，再详细的说一下。所以说这个寺庙其实也是比较古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寺庙面积不大，建筑也不多，这主要是经过历史时间的变迁，这个寺庙已经衰落了，从而说很多建筑已经不存在了。那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个寺庙的由来，这个佛光寺的前世今生。现在我们去里面走一走，看看到底剩下哪些建筑。进来看到第一栋建筑是明末清初的，这个不用特别介绍了，在山西明清的建筑特别多啊，可能数都数不过来。这栋建筑看起来也比较普通。在这个中间看到一个金床，这个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上面有很多文字，记载了年代、姓名、谁建造的，是公元877年建造的，历史非常悠久了。
这个金床在上个世纪留下了一幅经典的照片，就是林徽因先生当时来到佛光寺之后，在这里研究，在这个金床这里放了一个梯子，他在梯子上面看这个金床。这幅照片非常经典呢，他是蹲坐在梯子上面的。这张照片的来由也有一段历史故事的，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左右，日本人就说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唐代的木构建筑已经没有了，不可能再有了。你们如果要想看唐代的木构建筑，就得去日本的东京、奈良这些地方看。那当时我们国家的很多学者专家就比较伤心嘛，因为当时确实还没有发现，他们呢不相信我们国内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于是呢就前赴后继的去查找、去考证、去寻找、去探索到底有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个人呢，他们都是做文物保护，他们呢也是参与到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有一天呢，他们去到了敦煌莫高窟，其中呢在一个窟里面看到壁画，就是五代十国那个时期的壁画，上面描绘了佛光寺。既然壁画是五代十国的，就证明那个佛光寺肯定是在唐朝建造，或者是更早时期建造的。于是呢，他们就决定来山西五台山这里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壁画当中那个佛光寺。于是呢，他们就先坐火车来到山西太原，后面坐汽车、坐马车、坐牛车，最后呢是徒步，最终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当他们刚来到这个寺庙的时候，他们傻眼了，因为那个时候这座寺庙算是已经很破败，他们感觉不像是壁画里面那个佛光寺。不过当他们走进里面，却是大开眼界，也让他们吃惊。首先呢，他们肯定是看到这个金床上面有文字，一眼呢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金床是什么时候的。他们确定是公元877年建造，是唐代了。那么首先就确定了这个寺庙肯定是在唐代建造的，或者是唐代修缮的，或者说重建的。他们进一步的观察，在旁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并且规模也比较大，一眼望去呢，他们肯定也知道这栋建筑历史非常悠久，估计有上千年。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座大殿，它是叫做文殊殿，经过他们考证，大概是公元1137年重建的，坐北向南，面阔7间，进深4间，也是一座配殿，算是全国等级最高的配殿。它这栋建筑手法比较特殊它的梁架使用了粗长的木材，两架之间呢用斜木支撑，构成类似于人字驼架，增加了宽度，减少了立柱，加大了殿内空间。这种方式呢叫做减柱造，这个在很多大的殿宇都比较常见，特别是那些辽代的建筑很多都采取这种方式，也是中国古代一种比较特殊的建筑方式。在这个殿宇的里面，中间有文殊菩萨的像，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文殊7座像，里面呢还有500罗汉的彩绘。这栋建筑和里面的塑像壁画肯定也是国宝级的文物，毕竟将近1000年的建筑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就去看一看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唐代的木构建筑是从这里走上去的，那栋建筑在最顶部，也是在一个台阶上面。走到这里我们是看不到上面的建筑，因为全部被这个树挡住了，这个树在以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要到上面我们要走一个很陡的台阶上去，在这个下面呢是窑洞的结构布局。我们现在看这些应该是经过修缮的，我猜想在以前这里呢应该是寺庙里面的僧人居住休息的地方。继续往前走就得通过这个台阶了，还是比较陡峭的，走几十个台阶就上去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座雄伟的大殿了，这就是佛光寺里面最重要的大殿东配殿。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大呀？这也是那种等级最高的建筑形式，五殿顶，面阔七间，规模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发现的3座唐代建筑，这一座呢是保存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唐代木构建筑，被梁思成先生称之为中国第一国宝，确实是非常宏伟呀。我们一眼望去，感觉这座大殿非常低调，因为它是单色的，没有彩绘，就感觉是这种原色一样的，跟我们看到明清的时期建筑不一样。经常看到明清的建筑会涂很艳丽的颜色，我们会感觉花里胡哨，而这一座大殿呢，它整体的颜色是比较单调的，刚刚我们说的原木色一样，看起来非常古朴。这上面应该是涂了一些东西，估计呢也是用来防腐的。这座大殿总的面积大概是677平方米。那对于这个建筑的形式、建筑的手法，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因为本身我对这些也不太懂。斗拱呢是中国建筑特有的一种结构，中国的古代建筑基本上都会有斗拱，只是说每个朝代的斗拱有点不一样。斗拱呢，可能就是起到承重的作用。比方说，一个房子建起来，它如果屋檐突出3公分，那么重量很有可能就承受得住。那如果你要突出1-2米，那么就一定要有支撑，要不然屋檐就会坍塌下去。那么有这个斗拱，相当于就把承重弄起来了，使得屋檐的那个重量直接转化到支柱上去。那这样屋檐就会往外扩伸出比较大一点。打个比方说，就像现在我是站在屋檐下面，从这个柱子到外面大概是2米的距离，那上面的斗拱相当于就是把屋檐往外延伸的2米以上。如果没有那个斗拱承重，那么屋檐的话最多可能就突出一点点，大概就是5-10厘米，这就是斗拱的作用。我对这些建筑结构手法形制不太了解，只能根据一些资料自己去理解。大家觉得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可以说一下。在门这里有一块匾额，写的是佛光真龙禅寺，这个不是唐代的，是属于明朝的。在上个世纪，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他们来到佛光寺里面，看到这一栋建筑，基本上就确定是唐代的。只不过呢，你要确定最终还是要文字去佐证。当时他们在这里研究了好久，这个时候林徽因先生发挥了他远视眼的作用，他看到一个横梁上面写了几个字：佛殿主上都宋贡女弟子宁公玉。这几个字刚好与殿前面经床上面刻的字是相符合印证的，明确其建造年代。就是这一块做了标记，上面明确写了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修建的，这样就能够确定这座大殿是唐代时期的建筑，唐代重新修建的建筑，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灭佛后面重新弄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殿里面，它也是有很多佛像的，这些塑像有明显的唐代风格，从唐代保留下来很难得啊，石刻我们经常见到，而像这些塑像就比较少见了。大家看一下，保护的是非常好。在两边呢是500罗汉像，是明朝宣德时期打造的，现在只剩下261尊了。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2位先生确定为唐代的木构建筑，一个呢是根据我们刚才外面那个经幢看到的文字，还有呢是梁上的文字，他们都爬到这个梁上去看了，最终才确定下来。那么他是从哪里上去的呢？不是从这个里面呢，因为这里面上不去，而是在大殿的后面上去的。我们转过去看一下，就是在这一块，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孔，
当时他们就是从这里爬上去，用那个楼梯的，其实挺惊险的，因为上下的距离大概是有5-6米，没有楼梯是爬不上去的。他们通过楼梯爬到里面那个横梁上去了，才发现那个文字，最终呢确定了年代。我们在看大殿的时候，发现前面有2棵大树，感觉呢是多余的，因为完全挡住了这座大殿的气势。那其实在上个世纪，正是因为有了这2棵树，才可以说使得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夫妇最后发现了这座气势非凡的唐朝大殿。这个大殿是1937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发现的，其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有日本人来过这里寻找，并且呢拍下了照片。他当时拍的是里面的塑像。在上个世纪早期，日本人说我们国家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当时很多学者不相信，一直在寻找。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日本僧人，他参观了我们国家很多寺庙，有一天呢，他就来到了这个佛光寺。他一来就看到这些塑像非常精美，感觉很有年代感，于是呢就拍了一些塑像的照片。大殿的整体呢他就没有拍，可能他对这个大殿没什么兴趣，对里面的这个塑像是感兴趣。回去之后呢，他这个照片被日本2个学者发现了。当时他们看到这个塑像，感觉呢有点像唐代风格，他们呢也不确定，他们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大殿是什么时候的。由于当时那个日本僧人没有拍大殿的照片，日本呢离这个五台山又很远，那2个日本学者就没有来。他委托了太原的一家照相馆，希望他们拍一些佛光寺的照片。那个照相馆呢就派了摄影师来，不知道那个摄影师是懒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就站在离这个佛光寺很远的地方，就可能是一个山上，拍了一张佛光寺的照片。那刚好这个大殿呢被这2棵树挡住了，摄影师拍的这个照片就没有把这个大殿展现出来。这个照片到了日本之后，那2个学者一看，感觉这个寺庙很破，应该不会是唐代的建筑，于是呢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那后面到了1937年，梁思成夫妇他们来到了这个佛光寺，最终发现这个大殿是唐代的木构建筑，发表之后震惊了世界。那日本学者呢可能后悔死了，他们可能会想，如果当时他们来到了这个五台山，很有可能这个唐代的建筑是他们发现的。但是最终没有如果，这个唐代的木构建筑是梁思成夫妇发现的。我们现在来参观这座大殿可能比较简单，开车基本上能够到达这座寺庙的门口，而当时的梁思成夫妇来到这里可不简单。我们一开始说了，经过长时间各种交通工具来到这里，特别是林徽因，她是千金大小姐出身，从小呢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她和梁思成先生可以说是走遍了全国。那个时候没有很好的交通工具，经常是坐马车、坐牛车、走路等等。全国很多的文物古迹、古建筑都是他们发现的，并且呢他们还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经常呢他们去一个地方都要待很长一段时间。当时他们在这个佛光寺，我猜想可能都待了个把月的时间，可能更久，向他们致敬，向这些前辈致敬，也向所有保护这些古建筑古迹的人们致敬。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算是大开眼界，让我们见识到了唐朝木构建筑的特色。这是我们看的3座唐代木构建筑的第1座。看完了佛光寺，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2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南禅寺，也是在五台山附近这里。这种唐代留下来的建筑肯定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现在我们准备去里面看一看了。现在这一块呢也是收门票的，它整体是坐北向南，占地面积是3078平方米，
里面呢有3门东西配殿和大殿，组成了一个4合院形式的建设。其中大殿呢就是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建筑就在这一块，哇，漂亮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唐代木构建筑。这栋建筑呢，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也是亚洲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这栋建筑呢是公元782年建造的，是重修的。那么算起来，肯定是在之前就已经有了。现在保存的这个建筑呢，已经有1200来年了。它比我们看到的佛光寺东大殿早75年。这一栋建筑历史时间是比佛光寺的大殿更久远、更长。不过呢，面积包括建筑形式还是差佛光寺的一点。首先呢，佛光寺是面阔7间，而这里呢是面阔3间。还有从斗拱其他的一些建筑形式，佛光寺的那座大殿还是更高档一点，更好一点。单檐、灰瓦、歇山顶，全殿呢由台基、屋架、屋顶3部分组成，共用檐柱12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这座大殿呢里面是没有柱子的，基本上完全是靠外面这12根柱子支撑着。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这个大殿呢外面有柱子，还有墙壁。那么墙身是不负载重量的，只起隔挡的作用。同时屋顶的重量主要是通过梁架由檐角上的柱子支撑。反正这座大殿全部是靠柱子支撑的，这都是古代建筑方式、建筑手法，还是挺先进的。反正总体来讲，这个大殿呢有收有放，有抑有扬，轮廓秀丽，给人呢以庄重而健美的感觉。在这个大殿顶部呢，屋脊两端还装饰着螭纹，就证明这个建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近距离的看一下这座大殿，全部是靠这些柱子支撑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是圆柱子、原版的啊。这个大殿的结构是唐代的，那后期也是经过修缮，就是主体结构是唐代，那旁边的一些砖啊，这些可能就是其他时期的。1000多年了，这些柱子还这么完好，确实了不起啊！整个大殿的柱子全是圆形的，而在后面呢有一根是方形的。那么按照考证推测这应该是后面经过更换的，并且呢，它这个材质明显跟上面有所区别。你看这里很多都裂开了，而上面原版的话，基本没什么裂缝，只是一些细小的，而这里呢，开裂的比较大。就证明这是后面更换的，而且材质用的也是一般。大殿里面呢是一些佛像，它这些都是唐代的佛像仍然保持原貌，都是唐代的珍品。它这个佛像群呢是以释迦牟尼为中心，是一个动静结合、各具形态、生动活泼的场面，也算是尊卑有序、各尽其职、和谐的协调环境。在两侧呢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骑狮子的是文殊，坐像的是普贤。整体这些塑像非常生动，也比较自然，夸张适度。这座大殿被确定是唐朝时期修建的，主要就是根据梁上的那些文字记载。一般在以前建筑它都会留下什么时候修建的、什么时候修缮的文字。有一些呢是刻在横梁上面，写在横梁上面，还有一些呢就是用石刻碑来记载。我们之前说佛光寺被称之为中国第一国宝，这座大殿尽管没有说是第一国宝，但是我觉得它和佛光寺那个东大殿可能不遑多让，因为时间比东大殿更早，它里面的塑像也比东大殿的更早，只是说东大殿看起来它的建筑等级规模比这个高级一点，更好看一点。南禅寺的这个唐代大殿由于规模不是太大，我们就快速的看完了。现在去看一下第3座唐代木构建筑，它是山西运城的广仁王庙。刚才我们也说了，唐代的木构建筑非常稀少大家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唐代的气势、唐代的文化。这里有一些展示啊，广仁王庙前世今生，就是以前的，这是2013年落架修复之前的样子。这是后面的，继续往上走，它这个应该也是在一个台阶上面。前方那栋建筑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跟南禅寺很相像啊。由于历史时间的关系，可能就剩下这一座主殿了，也是正殿，建于唐朝公元831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道庙建筑，晚于五台山南禅寺大殿49年，早于佛光寺东大殿26年，相当于它是中间的。大殿的开间、进深、梁架、斗拱属于唐代的原创，也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唐代保存下来的木构建筑，甚为可贵呀。这个广仁王庙其实也就是龙王庙，它是唐朝初年开始祭祀龙王时期的最早遗迹，也是现存道庙中最早祭祀龙王的建筑。这个大殿结构简洁呀，还是比较漂亮的。屋顶十分平缓，上面也是有持稳的，这个建筑等级也比较高。斗拱呢硕大，一角翘起，出檐比较短，尽显唐代建筑的飞扬大气，比后面朝代的建筑更精美呀。我们说这个是唐代建筑，在下面却有砖，那这个砖呢并不是唐代的，可能是后面修缮放上去的。在这里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大殿呢墙倒屋不倒，就是说如果这个砖块倒了，它整体这个房屋不会倒，因为它承重的话是靠那些木头柱子的，等于这个砖呢其实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去里面转一转，也是有塑像在里面的，供奉的就是水神，因为这个属于道教殿宇嘛。外表看起来这个建筑比较简单，来到里面看这个横梁包括斗拱这些，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古代工匠技术的体现呢，就是靠这些支撑了一座大殿。由于这个大殿比较小，我们就快速的看完了。那到这里3座唐代木构建筑我们都看完了，我觉得还是佛光寺的那个东大殿最具有看点。从历史意义来讲，那座大殿呢是最有代表性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这些木构建筑保存了1000多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呀。佛光寺被称之为第一国宝，那另外2座木构建筑呢也是国宝啊。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看，甚至可以说一生必去的一个地方。当我看到这3座木构建筑的时候，心里确实是挺激动的。如果是你来看到这3座木构建筑，一样是如此的，绝对会让你心情澎湃，有不一样的感受。这3座木构建筑，南禅寺和佛光寺相对来说距离得远一点，就是这个广仁王庙比较远，它是在山西的南部。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